我们买票走进剧场是为了要看见什么呢？如果是为了娱乐，答案就再简单不过，那就是看见的最好都是悦目的，听见的最好都是易懂的，感觉到的都是轻松愉快的。但是如果是为了艺术，答案同样也是简单不过，就是所看见的不会立刻带来视觉上的享受，听见的也不会是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在说什么的。至于感觉，必须是来自对沉重主题的思考、辩证，所以氛围是严肃的，过程是艰辛的，结果是发人深省的，甚至走出了剧场，都还不能得到一个最直接的答案。在讨好、取悦与引发思考之间，创作人最容易丢进怎么样的迷思与陷阱中呢？这答案也是简单不过，因为不做选择也可以是一种选择。极端的取悦与极端的探讨一个主题可以殊途同归，我要你听我说，成为了创作人背后最重要的意图。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，极端的取悦就是获取大多数人的认同与共情，极端的议题探讨就是把大是大非作为奇耻，但两者都还是有一个共通点，都是取消了观众的主动性。什么是舞台？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不代表空？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，但不代表少？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，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，但不代表闷？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，但不代表儿戏？可不可以实现自我，但不代表自我中心？我是林华，第4季什么是舞台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，就是现身说法，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·布拉克 （Katrin Brack）。乌布王作为一出取材于莎士比亚《马克白》的作品，虽然从原著中抽取了男女主角马克白与马克白夫人的原型，因此贪婪、残忍、懦弱、自负的人物个性均在剧中一一重现。不过，这到底不是把马克白1比1还原的作品。在作者阿尔弗雷德·贾里的笔下，乌布王中的乌布王与他的妻子，光是他们的名字在法语的意思，便代表了所有的爸爸跟妈妈。所谓的爸爸就是一家之主，必须承担被赋予的传统权利。然而当他因为某些性格弱点而不胜任，所谓的妈妈便要从旁协助跟献策。就是在这样的设定下，马克白跟马克白夫人便从血腥的历史舞台跟政治的权谋世界，来到了乌布王与乌布王夫人的扮演游戏里。两个作品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，语言在莎士比亚的原著里是智慧的结晶，当中充分反映人对自身的矛盾以及宿命的不可控制。而在乌布王中却恰好相反，我们不只看见，更是听见心智还在儿童阶段的两个角色如何幻想成为统治者，权力又可以怎么样成为手中的玩物，让他们为所欲为。而当愿望得以实现，语言不过就是一种律令，所有人都得奉行。比如禁止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使用椅子。椅子能构成对统治者的任何威胁吗？他会思想吗？他会发表言论吗？他会赞成或者反对什么吗？单凭他是一张椅子，他有立场吗？它难道不就是让人可以坐在上面维持平衡的一件家具吗？还是只要维持平衡，便已经是对某些人提出了挑战？如果一张椅子可以让统治者感到恐惧，这个恐惧本身是不是会让人感到荒谬？同时也让这个消除恐惧的律令变得更加荒谬。当恐惧背后的荒谬感要成为一出戏剧的背景，乌布王的舞台设计师卡特琳·布拉科可以有哪些选择呢？
荒谬的特质就是不讲道理，不讲逻辑。当荒诞成为行为，便会看见愚昧的合理化，傻气的正常化。椅子被视为危及统治者的权利，听上去不合情理的程度，最容易让人想起是小孩子在玩游戏时，谁都想要争取那个订立规矩的权利，主要是因为他能借此展示自己的优越感。例如音乐椅，椅子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张椅子，而是王座，能够坐在上面的人是王者，唯有王者拥有坐下来接受站着的人向他鞠躬，跪着的人向他参拜。所以在一个椅子被禁止的国度里，真正的禁忌是不是跟生活没有最直接的关系，反而是一个人的恐惧被放大到不合比例的程度呢？听上去很儿戏，但当这恐惧被认真的看待，它就是荒谬。要在儿戏与认真之间让观众看见荒谬的本质，卡特琳·布拉克在艺术与娱乐之间找到了灵感。娱乐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就是帮助大家重温对于某些熟悉的物件的美好过去。例如，气球在成长中扮演过的不同角色。视觉上，小至捧得在手上的，大至高过一个人的，遂被聚集在空无一物的舞台上。当光是看他们不受控制的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台上台下就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唤起不知多少儿时的回忆。而艺术负责的启发性与思考性，便是建基在这个娱乐手法的基础上，不知不觉地发挥了作用。气球的材料是乳胶，乳胶的特质是可以将空气包住，让气球遇到气流时上升与下降。它也会在受到压力的时候反弹。这种物质的特性让气球在乌布王中便不只是气球本身。当气球是白色时，两个站在气球背后的演员透过灯光效果，仿如栖身气球里，有时像一个卵生的胚胎，有时又像两个黑影在讨论什么阴谋。气球在未吹气时套在一个人的头上，它的乳胶特性和质感，性与政治的联想一下子便呼之欲出。性在乌布王里是一个重要的元素。舞台上那些主要介乎于黑跟白之间，掺杂了粉红、橘红和小量灰色的气球，总在提醒我们，不论是关于男女的身体，还是他们的象征符号，往往不如表面简单。但是当互相点缀的颜色忽然被红色的灯光全盘吞噬，舞台上又变回单一的世界。单一作为价值的标准，是通过二元的对立来定义。乌布王虽然只有一个王，但正如他的原型马克白，权力的中心有两个，表面是乌布爸爸和乌布妈妈，但当这两个角色的饰演者都是男性，哪怕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大，一个在赤裸时把生殖器官夹了在两腿中间，两个都穿黑西装，都穿红高跟鞋，他们都是在扮演女性的男人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些都只是扮演。舞台上清一色的都是男人，然而看仔细了，这些男人也都只是被扮演的角色，因为其中一个扮演者是女性。这个单一性别的世界只能有一个王者，哪怕这个他从未停止以两个身份一起出现，他们既是彼此的另一半，也不过是自己的影子。乌布爸爸与乌布妈妈在心智尚未成熟的扮演游戏中，性别的二元就不是对立，而是一体的两面。儿童是在游戏中学习如何认识什么是童话、寓言与现实。卡特琳·布拉克善用了既是布景又是道具的气球，使乌布王中禁止使用椅子的荒谬性
同时具象又抽象的被看见。那就是当乌布爸爸和乌布妈妈一屁股把气球做成2张沙发，那一刻让我们见证了怎么样的创意可以兼备娱乐性与艺术性，使一个充满趣味的舞台上有着折射荒谬现实的真实致敬。